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莎士比亚说，借钱给别人会让你人财两失，向别人借钱会让你挥霍无度。羊皮卷中也说，借钱给朋友将以失去友情作为利息。当今社会，借钱出去的风险的确很大，但是我们生活在人情社会，很多事情都是迫不得已的。比如说，关系很好的亲戚朋友找你借钱，而且急等着用，如果你坚持不借，就会显得很薄情寡义，搞不好关系就断了。话又说回来，没有人会愿意低三下四的去求别人借钱，毕竟人都是有自尊心，如果不是被逼到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，谁也不愿意将自己置于这样一个开口借钱的窘迫境地。因此，在我们探讨借与不借的这个纠结的选择之前，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对方借钱的用途是什么，是用来治病救人还是娱乐消遣。这将会直接的决定我们能不能借钱，借多少钱，甚至如果对方真的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难以解决，我们还可以帮助对方出主意，问一下对方。但如果到了最后，我们确定自己并不想借钱给对方，也不必担心友谊，毕竟借钱是情分，而不借是本分。只需要讲究和对方沟通时候说话的方式方法。以下的3种说辞，大家可以在斟酌之后分清情况使用，免于借钱的烦恼，又不至于伤害了朋友之间的感情。第一，跟有财政大权的老伴商量一下。每家每户基本都只有一个管钱管事的人，因为一对夫妻在一起，不可避免的就会形成对比。懂理财更细致的那一个自然就包揽了财政大权，这是很正常也容易理解的事情。所以当别人问我们借钱时，我们就可以先给对方跟有财政大权的另一半商量一下的承诺，过一会再回绝，也会显得我们比较真诚，这样他人就不好意思再开口，因为他们不可能要过我们这层关系直接的向我们的另一半开口。第二，主动的说自己的不容易。很多事情都有预兆，借钱也一样。如果在对方的交谈过程中，我们体会到了他们的用意，不妨先入为主，顺着话茬主动的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不容易。其实说真的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们近日来可能会确实遇到了不好的事情，现在说出来只是在陈述客观的事实罢了，这样既能借此机会释放自己心中压抑已久的消极情绪，也极有可能让对方打消借钱的念头。如果只是单纯的不想借，撒一点小谎也是可取的，毕竟我们不是圣人，不可能全然不顾自己的利益，做到大公无私，只要他人开口就倾尽所有。当然要注意所说之事不能太离谱，这样就显得很虚伪。第三，缓兵之计法。在借钱之前，我们最需要衡量的就是面前这个人的人品如何，是否值得信赖。借给他的钱是否就像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怕最后撕破脸要回来了一点，也会被扣上了小气、抠门、不够义气、不配做朋友这样的帽子，让人感到心寒又疲惫。因此，如果是因为对方的人品问题导致我们不想借钱给他的话，就可以采用缓兵之计的说法，表明不是自己不想借给他，而是需要缓几天。比如，实在不巧，我的这个钱最近借给别人了，本来手边是有一点余钱的，但是前段时间朋友买房还差一点钱，我就拿出来借给他了。如果你早向我张口的话，我肯定二话不说就借给你的。这样，即使对方听懂了我们的言下之意，心里也不会产生反感，既照顾了对方的面子，又保存了彼此之间的感情。二，真碰到借钱，如何判断该不该借？一，算自己的内心。人的内心都有一杆秤，这杆秤称量的是你们的关系疏远，你们的信任程度。每个人都有善心善念，对于自己真心愿意付出的人，不等他开口，我们都会主动的提供帮助，这在生活中也很常见。
这是基于亲友之间多年的熟悉与信赖，所以跟从内心最重要。但凡犹豫不想借，那就基于理智判断。判断借钱的缘由很重要，重要的原因是：一、判断他是否急需要；二、判断他是否会满足自己而轻易地占用朋友的资源，比如买车、投资、进货之类的借款，还是让他自己找银行。三、你们的关系程度。在这个社会中，我们身边亲人与朋友总是有关系远近的区分。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就类似于金字塔，你可以衡量自己处于借款人金字塔的什么位置，这是判断他是否会偿还以及你是否要借款的依据。四、借钱者的一些细节的表现。让对方陈述借钱理由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不要光听，不要把关注点放在对方诉苦和情绪的宣泄上，要把重点放在对方借款的原因的真实性、严重性上。毕竟是借钱，不是做慈善捐款，还是要以收回钱为目的的。基于这个目的，先可以让对方多说一些。小李和同事老焦经常一起吃饭，相处得很好。忽然有天，老焦找小李借钱，说是背着媳妇儿炒股赔了，不好交代，想先借2万块钱把账补上，等发了年终奖再还。小李就细问了一下，炒什么股，赔了多少？年终奖就那点钱，拆东墙补西墙，到时候还是会被发现的。问得多了，他发现老焦说的颠三倒四的，有了心就没有借给他。后来听其他的同事说，老焦是网络赌博输了很多钱，妻子真跟他闹离婚。再后来，老焦被解雇走人了，拉黑了所有的同事的电话和微信，所以让对方说理由，你对事情的真实性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。一般来说，借钱的理由有3种：急救急，比如亲人重病住院，或者是其他急事需要用钱。第二，但是比如买房买车、孩子出国等等需要钱，不愿或者不能从银行贷款的，只能靠借。其三，补漏，比如贷了款还不上，资金周转不开，或者是捅了娄子赔了钱。在对方的陈述里边分析他还钱的诚意和打算，如果是有诚意还钱，一般会明确还款的期限，有靠谱的还款来源，定会主动的补偿一定的利息，借条找人做见证之类的补偿手段。如果只是一味的说什么挣了钱就还之类的话，那不妨多留个心眼。一般来讲，借钱的原则还是老话说的，救急不救穷，救近不救远。如果是治病救命之类的救急，在能力范围内施予援手是应该的。如果借钱的目的是投资或者是消费，那就不要借。投资有风险，目的是消费的借钱，不管说的有多么的冠冕堂皇，最终还是要想把你当成无息贷款而已。救近不救远，也是指借钱要知根知底。如果是身边联系频繁的，能够随时找到他的家庭、单位的朋友，那么还钱的概率更大。而如果是久未联系的亲戚朋友，不知近况，一开口就借钱，那就是奔着钱来的，很可能连本金都要不回来。作家三毛曾经说过，与朋友之间不要有金钱来往，不要借钱给朋友，如果借了，那就不要求还。企业家曹德旺也说，最好不要把钱借给别人，要么就送给他，要是觉得他很可怜，那就直接的送给他。所以说，我们在借钱出去的那一刻，要扪心自问一下，如果自己把钱借出去了，一旦要不回来，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不？也可以说，一旦我们的钱借出去，就要做到最坏的打算，钱不要了。如果扪心自问后，觉得一下子借出去大好几万，是自己攒了好几年的血汗钱，非常的舍不得，还会影响到家里正常生活开销，那就不要把钱借出去了。一直以来，金钱都是最好的试金石，用来考验人性，可谓是屡试不爽。但如果因为借钱还钱导致朋友之间的感情破裂，那恰好证明对方不是自己真正的朋友。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关系再怎么铁，在借钱这个问题上，也就是要
甚至优胜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